距离圣诞节还有半个月，中国多地的学校已经开始提前封杀节日气氛。可10年前，习近平却跑到芬兰与圣诞老人合影时笑得合不拢嘴。这种明显的双标，让官方高喊的文化自信瞬间出现了裂痕。而护城风超越者棒打哇哇，用街头实录揭开了正能量的底牌，让所有的金色滤镜无所遁形。当快乐被审查，官方叙事被揭穿，你会发现，所谓的文化自信，其实只是权力堆砌的幻象，清晰地照出了这个国家与自由快乐之间的距离。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主持人岳音。离圣诞节还有半个月，中共那边已经进入了临战状态。近日，网上流出不少通知，福建、浙江等多所学校提前亮红灯，学生们一律不得借圣诞节名义搞任何的活动，节日气息属于严禁物。厦门工学院甚至贴出一份关于学生社团禁止开展西方节日相关活动的通知。话说得很明白，所有的社团不得以圣诞节、情人节等任何西方节日为名举办活动，连宣传都不行，谁敢犯规，通报批评，取消评优，直接给你扣到没脾气。浙江的另一所学校的团委在群里的要求就更细了，甚至细到个人社交账号，圣诞帽不行，圣诞树别想，驯鹿不存在的。节日的当天更是严禁在朋友圈发任何和圣诞相关的图文，转发都不可以。通知还特别点明，各类公共宣传平台也不得推送宣传或炒作和圣诞相关的内容，违规者除了被批评，还可能在之后的评优、干部考核里留下不可描述的负面记录。湖北有学生也发帖提醒同学，别发平安夜、圣诞节的朋友圈、QQ 空间短视频。某些老师甚至要求班长统计谁的头像戴了圣诞帽，违者要被扣0.5的学分。连表情包都能算学分了，这个创意也算是开了眼界。12月10号，浙江嘉兴的一位花店老板也忍不住上网吐槽，自己花了半天布置的圣诞风门头被政府直接要求拆除，半天的心血一夕回到原点。许多网友看完官方的这波操作之后，集体陷入了困惑，这也能禁？现在是连快乐也要报备吗？有人直接呛道，一边喊着要把春节推向世界，一边又拒绝别人的春节。也有人翻出了一串人类文明清单，汽车、火车、飞机、手机、网络、电脑，全是外国人发明的，照这逻辑，是不是也该勒令禁用呢？还有网友苦笑说，节日的喜庆是地球人给自己的犒劳与奖赏，年轻人的快乐是每个国家的希望与光芒，偏偏有个政府硬是要把快乐当成敏感词，连圣诞节也不让过，他们到底在怕什么？在 X 上，作家崔成浩放了一组日本圣诞季的照片，从北到南是灯火通明，商家忙着促销活动布置，气氛热闹的像世界多了一层维度。这和中国商家不敢放圣诞树，不敢挂彩灯，连新年的装饰都得拖到12月25号以后才敢行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说，12月25日在日本是生意红火，在中国却成了政治雷区。世界在欢庆，中国却假装那一天不存在。一个节日都能被扣上原罪，说明中国的公共情绪已经被推到了一个荒诞的境界，连快乐的本身都需要审查。最后，他丢出了一句带有无比含义的话，像38线与柏林墙那样的墙，中国也有，但那堵墙不是建立在国境，而是建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不过网上一向不缺细心的网民，这一次竟然有人翻出了一张尘封了多年的老照片，结果从这张老照片上立刻找出了漏洞。原来早在2010年，习近平还是中共副主席时，就曾到芬兰与圣诞老人合照。根据当时《明报》的报道，
习近平3月25日抵达赫尔辛基，展开对芬兰3天的访问。行程里还特别安排往北815公里到罗瓦涅米的圣诞老人村和驯鹿场参观。当地媒体甚至刊登了他与圣诞老人同框的照片。圣诞老人村的负责人回忆说，习近平见到圣诞老人时，整个人笑得合不拢嘴，那叫一个喜气洋洋，完全没有被西方节日腐蚀的迹象。于是网民的吐槽也就顺理成章了。平时口口声声说不要人民过洋节，结果自己却跑到芬兰跟圣诞老人相见甚欢，这种反差怎么看都透着点双标的味道。接下来先说一个对每个人都很重要的消息，我们大食局为大家提供了最好的优惠产品，就是我们一直在推荐的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我很喜欢这个产品，这个产品是用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成分90%是深海野生红海参，还有10%的韩国名贵红参和纯天然的蓝莓原液，做成了口动口感，完全没有腥味儿，小孩大人都喜欢，特别适合圣诞新年送给家人和朋友。从效果上，它真的能帮助细胞修复，降低发炎，提升免疫力。年轻人如果熬夜后吃一条，皮肤不容易爆痘。还有位朋友经常口腔溃疡，试吃了这个红海参修复凝胶后，修复得很快，第2天就差不多好了。这都是小炎症。还有些用户反馈，吃了之后痛风发作频率明显下降了，血糖恢复正常了，失眠减轻了等等。有位宋大姐自己吃了觉得很好，成了铁杆的回头客。我建议趁现在还有货赶快下单，不然真的缺货就要等很久。我的朋友怕断货，干脆一次囤了10盒。点击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输入优惠码大食局，就可以享受85折。中国大陆2盒起卖，4盒包邮，购满70美元美国本土包邮，满260加币加拿大包邮。其实，中共官方与民间的那批左派文化保卫队抵制圣诞节，并不是最近才突然醒来的。这桩事儿早已年头久远。早在2006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与科研机构里的10位哲学与教育学博士，就曾联署一篇文章，号召唤醒国人，抵御西方文化扩张。文章里是呼吁大众要慎对圣诞节，顺便还批评了一番商家的圣诞营销。那时候的气氛就已经有点节日等于文化渗透的味道了。到了习近平时代，这股风又吹得更凶了。官方讲文化自信，讲的那是铿锵有力，但是落到实处，往往就变成了抵制圣诞的具体行动了。2017年12月，湖南衡阳甚至发了一份相当强硬的通知，要求全市党员干部和家属不要盲从过洋节，也不要参与任何有西方背景的宗教活动。2018年更是全面升级，多所高校、中小学明令禁止学生在社交媒体上庆祝甚至谈论圣诞节。河北、贵州、广西等地的政府也跟着下禁令，不准商家摆任何圣诞装饰。同年，中共还修订了宗教事务条例，加大对家庭教会的打压，圣诞节自然也是重点盯防对象。到了2023年，有些地区干脆连家庭教会的小型圣诞聚会都不准办。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不过是打着文化自信的旗号，抵制那些带有普世价值、人权意涵的节庆。他真正想保卫的所谓自信，其本质只是中共自己的集权的、扭曲的红色意识形态。那么真正的自信究竟该是什么模样？也有网友给出了一段颇能代表大家心声的总结。到底什么才叫文化自信？是不是把别人的节日关在门外，就说明我们的文化更加厉害？还是说，当我们看过世界，了解别人的习惯之后，还能够很自然的喜欢过自己的年，说一声新年好，也敢在12月对别人说一句 Merry Christmas？ 文化自信不是把脑子交出去，让别人替你选择立场，而是你有能力自己想一想，我到底在害怕什么？我到底在相信什么？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不那么急着表态，不用抢着喊口号，只是安安静静的做自己的选择，也许从那一刻开始，
我们才真的有了文化自信。除了文化自信，那个多年喊到破音的老口号，中共宣传体系的另一根精神拐杖，就是人人都得背诵的正能量。最近在 B 站上火到发亮的 UP 主棒打哇哇，可以说是把这个正能量仪式的老底给抖了个底朝天。在视频人人都是为了理想而奉献中，他走在深夜的街头，找到那些正在拼命挣生活费的普通人。可以做一个采访吗？干啥？为什么现在11点多了，你还在外边送外卖呀？是因为什么呢？赚钱养家啊？赚钱养家。那我重新问一下，咱们11点送外卖是为了什么呀？就是为了出去看风景啊。看风景，对，就是拍拍照片看看看风景啊。看看网上的这个风景。啊，那你太好了，行，那您辛苦，好，您继续看风景吧，拜拜。问：这么晚为什么工作？路人老老实实回一句：为了生活。他立刻掏钱，于是被他采访的人就改了口：不对，是为了看风景，为了传承中华美食，为了梦想、理想、初心使命。这种荒诞的互动让网民瞬间就明白了，棒打哇哇不是在模仿宣传，而是在把宣传本身的荒唐反射回去。如今的中共央视已经不是在粉饰太平，而是干脆开始测试观众的记忆力与忍耐度了。就在11月28号，央视推出一则外卖员短片，本来是想拍美好的生活，结果拍成了平行宇宙。片中的那位外卖员其实是演员，却振振有词地说，送外卖带给我的是一份能随时欣赏沿途风景的工作。一边赶单，一边单手拔相机拍风景，仿佛外卖行业是某种城市漫游指，仿佛送3个月的外卖就能搞摄影展，仿佛底层生活是诗意与镜头的混合物。而现实里的外卖员呢？被平台催着跑，被时间追着跑，被差评扣着跑。红绿灯是能闯就闯，饭是能不吃就不吃，休息是能省就省。他们真正握在手里的不是相机，而是汗水、焦虑、演算法时间表和不断跳出的扣款提醒。简单的说，人民在现实里拼命求生，叙事机器却在镜头里自我感动。这种正能量叙事配上苦难美学滤镜，直接点燃了大陆网民和真正外卖员的怒火，批评和嘲讽铺天盖地。不仅粉饰太平，甚至开始公然侮辱观众的智商。这不是正能量，是编故事，而且编得毫无羞耻。3个月送外卖，能买这套设备，还能抽空拍风景，准备办摄影展。别说正能量了，连童话都没有这么写的。还有网民指出，任何一个媒体只要开始系统性的依靠虚构来维持叙事，公信力崩塌就不再是会不会，而是什么时候。当观众一次又一次确认，镜头里的不是现实，而是剧本；故事里的不是人，而是角色，那么被质疑、被否定、被时代淘汰，不只是可能，而是必然的终局。观众朋友，您认同的文化自信应该是什么样的？今年的圣诞节又会怎么度过呢？欢迎留言分享您的看法。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